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13日晚间19点30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4连阳，同时呢，道指的盘前合约，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今天继续上涨了 0.62%。继续上涨的原因呢，我认为是美国今天在晚间啊，北京时间20点30分要公布8月份的 CPI 数据啊，那这个数据呢已经提前出来了，它是低于预期的啊，大概涨幅同比去年8月份是涨了 8% 左右啊，8%是一个相当大的涨幅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8%的涨幅是低于之前的预期的，所以呢，美股出现了上涨。但无论这个消息是利好还是利空也好啊，美国公布的任何信息都会拉动美股，拉动比特币出现短时瞬间的上涨。今天公布的时间是晚间20点30分，但是美股开盘的时间是21点30分，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消息的落地会持续让比特币让美股出现短时瞬间的一个涨幅。但是呢，行情我们要认清一点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它在周线级别做出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修，同时呢完成了1轮周线级别的反弹，周线级别反弹呢顶到了60周均线所以呢出现了下行趋势。那这轮反弹呢已经持续了4到5个交易日对于道指的合约道指的合约是5个交易日，道指目前是4个交易日那上方呢会遇阻60日均线在均线压制下呢，我认为行情继续反弹的概率不大，在这个位置上容易出现更多的震荡。所以呢，目前来看，对于比特币来说出现了加速上涨的趋势。这个加速上涨呢，我们可以看到在4小时级别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目前突破了这个上行的三角形通道突破之后出现了一个加速，那么上方紧接着就是一个阻力位这个阻力位我们预计是在23500到24000美金24000美金这个附近出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对今天晚上的多空行情就要提防一个是对于多头来说，目前是晚间19点38分19点33分。那在这个时间点呢，要耐心等待多头发育完成。那现在是7点半，8点半消息落地会有一个拉升，然后9点半开盘之后还会有一个阶段的拉升。那我们预计今天晚上见顶的时间点是23点到凌晨1点到明天的凌晨1点，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时间的顶部位置这一点要非常注意。同时呢，这个顶部位置呢，我们可以观察这个比特币的波峰连线。这个波峰连线我们前面几堂课程经常说，就是5月份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23500到24000区间会形成一个压力作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144日均线我画的这个144日均线紧跟着已经压过来了，这个位置大概是在25000。所以呢，今天行情如果出现冲刺的现象，因为目前它正在冲刺如果出现加速的现象，再度加速的现象，就会有一个赶顶的现象出现。但是这个顶部呢，往往我们不容易发现。为什么不容易发现呢？因为你看它每次到了这个顶部位置之后反复确认。比如说上一轮反弹过程当中它的顶部是在25000美金。那我们打到小日线上去看这个25000美金，它经过反复3到4次确认之后才回打下来，并且在形成这个25000美金的这个同时呢，我们看到它同时也形成了它的这个楔形的三角形的波峰，最终呢在25000美金跌落下来。所以呢，顶部位置呢，它会形成一个区域，而不是到达顶部位置随即很快就会下来。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呢，我们会看到加速之后会快速回落，然后快速回落之后弥补这个缺口。我们知道下跌会形成缺口，那么目前拉升或者是急速拉升行情呢，同样会形成缺口。
对于多头来讲，回补缺口的方式是通过下跌；对于空头来讲，回补缺口的方式是反弹。但是呢，行情当中也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缺口的回补啊，会经过多次的回补才会最终回补结束。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当前行情当中影响最大的缺口呢，是在6月初3万美金跌到17605。之后啊，这15000美金这么大的跌幅之后啊，出现了来回对这个大的缺口的回补。那么现在行情正处在第2轮回补的阶段啊，对于多头来说是第2轮回补的阶段。那么当前时间点啊，它的这个反弹趋势走出来之后呢，目前加速了。出现了一个加速之后，上方我们要注意的压力位就是23500到24500这样的一个区间啊，一定要注意，这里面可能很快会出现一个见顶行情。这个见顶行情出现的诱因啊，一个是它结构上有加速的过程，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我开篇说的啊，就是美国今晚公布 CPI 数据，对于整个金融市场呢是一个利好，但利好发泄之后呢，利好宣泄之后呢，它是一个利空，所以呢，在急速上拉之后啊，今天晚上一定会有急速上拉之后呢，一定要注意啊，空头方向发力的空军可能会来了，可能会伴随一些空袭。那么如果比特币出现在高位遇到空袭，或者是高位遇阻之后呢，以太坊或者有一定的表现。那我们看现在这个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呢，仍然处于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这个下跌趋势我们之前的预判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首先我们看9月9日的这根阴线看图这是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后面受2根 K 线的干扰，一个是阳线一个是小阴线。干扰 K 线也叫妖怪 K 线，受到干扰之后，行情继续走出了8阶阴线。8阶阴线走出来之后，今天又遇到了一个干扰 K 线。那么下面的行情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组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这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看到以太坊就处在1700美金从来没有往上突破。但是呢，比特币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出现了连续的上扬动作，原因就是在于此。就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一个弱势的走势，但如果比特币出现了震荡调整遇阻回落的情况下，那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呢会有一个什么呢？跷跷板效应也就是比特币涨完之后以太坊会出现一段行情。那么我们看到了以太坊目前呢，它正在走的是日线级别的上涨细游，同时呢，这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突破了6月份以来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在1650的一个阻力区间。这个阻力区间呢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它是这个结构上的阻力，也是均线上的阻力，同时呢也是周线级别弧形顶的这里的阻力。那突破之后呢，它会有一段的上涨空间，但是我们看到上方会遇阻什么呢？遇阻169日均线。那目前是站上了144日均线，但是上方169日均线和这个以太坊最高点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1950到200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所以呢比特币和以太坊这2个跷跷板完成之后，以太坊的价格可能会杀到1900美金附近，但是1900美金附近这里是一个以太坊做完日线级别上涨细游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布局空单为什么可以在这里布局空单？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压力线的作用，一个是169日均线压制的作用再一个呢是它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容易出现什么呢？换一个时间级别，也就是日线级别上涨之后，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到小时线级别的回打动作。
啊，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布局空单，容易抓到行情当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啊。那同时呢，也要注意啊，比特币和以太坊在今天晚上都有可能做一个冲刺性的拉升动作啊。特别是如果比特币啊不断冲高，在今天利好落地的时候不断冲高，那以太坊呢有可能直接顶到这个我提到的这个压力位附近啊。所以呢，今天多头还是耐心持有，等待这个消息落地，然后空头呢时刻准备着在关键时间点，特别11点、12点、1点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区域。特别重要的是12点到1点啊，这个时间点容易出现什么呢？短时的高点，特别是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压力位附近啊，容易出现短时的高点。所以呢，目前行情来说啊，从比特币和以太坊这两个角度来说，它的这个上行空间不大了。我们之前说的是第一轮比特币的反弹是42%，那第二轮它的反弹可能是在25%左右。那目前已经反弹了20%了，那上方空间不多了啊。我们看到上方空间已经不多了啊。如果到达23500到24000啊，这个空间已经很少了。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段是缓慢布局空单的时间点啊，一定不要着急，控制仓位，设置止损，同时找好位置。因为顶部的出现我们看上一轮行情和前一轮行情，底部的出现呢，往往经历个5到10天左右啊，它这个顶部才最终出现。所以呢，布局顶部的一个空单的位置，我们还有起码5到10天的这个时间。布局完成之后呢，下一轮冲顶之后，下一轮回打下来的目标位，我们还认为是在$19000到$18000区间。那上轮行情是18500，这个位置我们已经非常精确的给到了啊，因为在行情分析当中我就提到了$19000左右到$18000是一个第二轮触底的位置。那么第三轮触底的这个位置，我现在也可以给出来，还是这个位置。在这里呢，反复敲击形成底部平台之后，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这里面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是年终大底之后行情在焦点位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变盘的这个位置会直接下来，或者它冲一下再下来，这都是两种可能，只有这两种可能一个快速反弹之后杀下来，一个是直接下来我认为直接走下来的概率会很大，因为在底部位置盘旋的过程当中震荡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会在这个里面进行抄底如果是出现一个拉升，那进场的人数会更多了那是对市场极端破坏性的一种控盘方法。那如果是直接打下来，我认为还会好一些起码对某些还在市场中观望的人来说还会好一些。如果在非常接近于底部区域，并且4次触底之后直接快速拉升再砸下来这对市场伤害也是特别大的总之呢，行情对于空头方向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之前我们说了比特币的目标位大概是在10500，以太坊的目标位是260那这个精确的点位不一定能到，但是你把这个以太坊的目标位设置到500没问题吧？比特币的目标位设置在$14000没问题吧？这个目标呢是一定会到达的，因为前两轮行情当中，前两轮熊市当中比特币的跌幅达到85%。18年行情和15年行情，以太坊的跌幅是95%历史总是不断的错位重复所以呢，这轮行情回到当前的行情当中这轮行情正在冲刺反弹时间会因为今天的利好有所缩短但是呢，我们布局空单的决心一定要有。在行情当中，多头会赚钱，空头也会赚钱，多空两头都想吃的人，在行情当中会一定亏钱的。所以呢，无论你是多头也好，空头也好坚定自己的方向，在行情当中布局自己的仓位，找到合适的位置，把握好趋势趋势上的利润是很大的因为你每天追涨杀跌你有可能今天赚了，明天亏了然后后天又赚了，大后天又赚了。但是呢，你一旦发生一次亏损你的利润或者本金的回撤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坚定方向最好是坚定一下自己的方向。然后说一下 Luna 这个代币Luna 这个代币
出现了一点反弹，然后我昨天跟那个 VIP 群中朋友们说的是啊，打到144日均线附近，也就是3.9美金附近，可以做一点多头，然后有人做了5倍多单啊，然后有一个翻倍的利润，因为它的这个波动啊非常巨大，我们看到了，它一个小小的反弹波动达到20%以上，5倍多单的话啊，一个20%就是百分百的利润啊，所以呢，波动大的币种啊。抓对点位啊，抓对反弹的趋势或者做空的趋势，你会有很大的利润在里面。同时呢，我们看到了目前它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呢？我们通过画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啊，画它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我们看到了它是在焦点位附近发生跌落。跌落之后呢，这个位置整个这个区域上啊，它是一个抄底的区域。抄底的区域一定要掌握方法啊。我们说了有一个均线的支撑作用啊，所以在均线的这个位置抄底。那么反弹过程当中，反弹的预期位置是在哪儿呢？这里面同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压力线。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压力线，这里面是一个筹码密集区。同时呢，我们看到结构上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也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阻力啊。那么反弹的这个目标位我们就找到了，大概是在5.4美金左右啊。这个精确的点位是在5.37，那么这个位置是减仓的位置。那如果到达这个位置上减仓之后，行情还有接着往上冲的机会的话，那么就是再次减仓的位置。那在行情当中一定要有仓位的啊，一定要有仓位，有币才能赚嘛。所以呢，减仓之后还要留一部分底仓，因为什么呢 ？Luna 这个代币呢是资金推动的热点代币，在这轮行情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它的第一轮上涨节奏非常快啊，400%的拉升，它是在小日线上涨吸油之后做出来的。然后小日线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呢，它目前做了什么呢？我们调到4小时级别，可以观察到它在4小时级别上做出了4小时级别的下跌吸油。所以呢，它的行情逻辑是小时线拉升，急速拉升，4小时级别啊缓慢下跌啊，这就形成了盘面当中的一个节奏。那么它接下来如果能再次出现小日线级别拉升啊，那目前已经出现了这个悟空阳线，是在今天晚上17点出现的。那么在这个悟空阳线的指引下呢，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小日线的2度拉升。因为你们看到行情当中很多这种平行结构啊，平结构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波出现了拉升，然后缓跌，然后在接下来的位置再出现一个急速的小日线的对称性的拉升，然后再次出现4小时级别缓跌啊，可能跌幅更大一些。总之呢，行情它是节奏不断变化的，要跟踪它的节奏啊。怎么样跟踪呢？你要布局一点观察仓啊，然后在关键的位置，特别是我们给出的这个144日均线、169日均线这个附近，可以做一些仓位啊，做一些仓位，伴随行情成长，甚至你有亏损的情况下啊。如果你有亏损的情况下，及时设置止损啊，及时离场，再行观察。总之呢，关键性点位啊，关键性位置的行情是比较好把握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怎么样抓住机会呢？分布式进场啊，把这个仓位打散之后啊，搞一些仓位进到里面，才能在行情当中赚到啊你把握到的行情啊，你观察到趋势上的行情啊。就是重点呢还是在参与。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啊搜索这本书。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啊，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